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现在全世界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爆了。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回顾和反思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爆裂的过程，内容精彩纷呈，从制度层面，更从人性的层面，给人很大的启示。在深入讨论这个话题前，我先跟大家简单聊聊布林肯这场中国行和他的后果。布林肯到中国走了一趟，结果是中美关系彻底凉菜了。而把中国拖累到自由世界对立面的，居然是中国人近100年的宿敌俄罗斯。更关键的是，这是习近平心甘情愿被俄罗斯拖累的。布林肯这次为期3天的中国行，低开高走。4月24日，布林肯落地上海时，中方着意降低对布林肯的接机规格，现场没有铺设红地毯，指派上海外事办主任孔福安前往接机。但是在布林肯4月26日离开中国前，习近平却亲自和布林肯进行直接对话。有消息说，中方一直没有明确告诉布林肯习近平这次会不会见他。4月26日上午，布林肯和王毅结束了近6小时的会谈后，王毅依然没有透露习近平是否会见布林肯的消息，一直拖到4月26日下午。在布林肯和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洪见面时，王小洪才告诉布林肯，习近平将会见他。随后，网上流传了一段罕见的视频，内容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来回踱步，等待布林肯的到来。期间，习近平很不自然的步伐姿态，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让人清楚意识到，这个会面绝对不是他临时决定的，而且他对这次会面是相当重视的。在他踱步中间，还特意停下来，看着镜头的方向，说了一句：“记者来了。”两边的记者。因此可以推测，此前中共迟迟不告诉布林肯习近平是否会和他见面，这其实是中共在玩的另一个心机。这和有意在上海对布林肯低规格接机一样，是在向美国拜登政府表达中共一方的强烈不满情绪。在布林肯到访前，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法案直接在中共脸上打了2拳。这个法案不但启动了强迫中国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所有权的倒计时，而且明确向台海地区拨款80亿美元，加强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直接在中共反复声称的台湾红线上来回踩了好几脚。布林肯和习近平结束会晤后，随后召开新闻会，公布了这次访华和中方讨论的全部内容。其中的话题简直就是中美对抗一览表，包括中东问题、中国的产能过剩、对世界推行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中国向美国大量输出芬太尼的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人权问题等等。但是在所有问题中，美方态度最坚决的还是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问题。目前欧美的共识是，俄罗斯能入侵乌克兰并维持到今天，完全依赖于北京的支持。布林肯表示了对中共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机械工具、微芯片和其他材料的担忧。最后，布林肯就此直接放出狠话，美国会根据中共下一步的行动采取相应的行动。目前，普京已经宣布下个月就会亲自访问中国，但单从这点来看，习近平对普京依然是一往情深，因此中共绝对不会停止对俄罗斯的物质和技术援助。如果拜登政府说到做到的话，美国针对中共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应对方法呢？网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是，美国会启动金融核武器，把中共的一些银行踢出 SWIFT 国际交易系统。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拜登政府头脑还清醒的话，他们应该不会使出这个招数。在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美国首次对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经济体祭出这个金融核武器，但是结果如何呢？目前看，这个所谓的金融核武的威力实在有限。虽然它让俄罗斯在2022年出现短暂的经济衰退，但是2023年和2024年，俄罗斯经济迅速适应，然后再次进入扩张的轨道。为什么？首先，
美国和欧洲为了自身利益，没有勇气把所有俄罗斯银行都踢出 SWIFT 系统。但是俄罗斯只要有一个银行还能使用 SWIFT 系统，美国就自废武功了。而且俄罗斯2019年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BRICS 的国际支付系统的构想。在美国的这个制裁下，在中共的支持下，这个新的支付系统提前开始使用，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 SWIFT 系统的全球影响力。和俄罗斯相比，美欧对中共经济的依赖更强、更多元化。因此，如果美国会对俄罗斯的银行网开一面，那么对中共，美国可能只敢针对一些本来就没有什么海外业务的乡镇小银行，这会让这种制裁的效果退化为零。而且一旦这种制裁出台，中共就会大张旗鼓地开始利用它在亚非拉的贸易为杠杆，在这些地区全面推动用人民币进行交易。所以我推测，美国对中共新的制裁可能还是只会停留在针对某些和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共企业或个人的制裁和限制这个层面。过去2年，拜登政府一边对中共连出重拳，一边不断派自己的重臣去拜见中共和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没有改变对中共的政策轨迹，而中共的行为方式也没有任何改变。拜登政府的这种偏执的要保持两国高层亲密接触的策略，目前看不但不能让双方更了解对方的意图，反倒给习近平和中共传递了一个混乱的信号。据说习近平在和布林肯会面时，居然说希望美方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习近平能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拜登的对华政策真的把习近平搞得非常困扰了。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话题。4月2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标题发人深省：中国房地产泡沫早有警示信号，为何无人悬崖勒马？而文章的内容更是精彩并引人入胜。2016年的中国在国际投资人的眼中是一个充满金钱和机会的地方。纽约对冲基金经理奎林决定到天津参观一个华丽的新房地产项目，名叫天津环亚国际。这个项目包括一大片公寓楼，里面的每个公寓都以100万美元起价，注意是100万美元而不是人民币。另外，项目中还规划要建造一座比纽约帝国大厦还高的写字楼，一座歌剧院以及多个购物中心和酒店。项目的总面积将超过摩纳哥的国土面积。面对如此大手笔的房地产项目，奎林很想知道开发商究竟会用什么方式来吸引如此大量的高端客户。他问带他参观的营销代理王小姐：“你们目前吸引买家的计划有哪些呢？”王小姐信心满满的回答说：“马球。”这个回答一下把奎林给搞懵了。马球？你说是那个人骑在马上打的那种球吗？王小姐兴奋并坚定的回答：“正是。”奎林这才意识到，陪同他参观的这位王小姐当时正穿着一身马球服。随后，王小姐带着奎林穿过一个马厩，这个马厩中饲养着100多匹马，这些马正在接受训练，成为可以参加马球比赛的马。于是，奎林连忙询问王小姐：“你们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是否对这个项目进行过可行性研究呢？”王小姐一脸迷茫地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据《华尔街日报》调查，这个天津环亚国际的创始人是中国一个靠销售电脑显示屏致富的亿万富翁。他本人是个马球爱好者，但是马球在世界范围其实都是一个很奇葩的体育项目。一般年轻人虽然有体力，但是他们没有钱，玩不起马球这种昂贵的玩意儿。而大部分有钱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对于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要放弃高雅自在的高尔夫球不玩，而去玩危险的马球呢？听到这里，奎林一下就明白了。天哪，这个项目的投资理念竟然是，他们相信有那么一大批喜欢打马球的国际高管会来到天津，在这里设立他们的公司总部，这样他们就能时不时在这里打马球了。意识到这一点，奎林迅速飞回纽约，然后动手开始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对中国房地产类股票进行做空的投资中。那么奎林做空操作结果如何呢？文章在结尾时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过，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奎林对天津环亚国际项目的访问时间是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那正是中国房地产热潮风光无限的时刻。在当时的中国，和天津环亚项目一样荒谬的大手笔房地产开发项目，各地比比皆是。在那时，很多明眼人其实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房地产已经泡沫化了，未来大概率会死得很惨。但是从开发商到中介，再到买房人，还有海内外的投资人，以及中共各级政府，他们在中国房地产上投入的实在是太多。而且中国房地产这场盛宴给他们带来的辉煌和财富又是空前的，因此没人希望这场盛宴结束。现年35岁的陈燕之在上海大学时就开始投资买房了，第一套房子花了大约7万美元。在随后的10年中，他在全国各地看新楼盘，只要看中意的就立马买下。中国房价不断上涨，他买房的投入也是越来越高。包括后来他在上海花了380万美元购买了一套房产。10年间，他在南京、上海和海南省等地一共买卖了20多套房子。现年40岁的夏热门曾经是恒大集团在吉林省的一个销售经理，他在2018年和2019年的平均年收入是28万美元，而当时吉林省的平均工资还不到4500美元，还不到他收入的1/60。不过和海内外投资银行和中共各级政府赚到的金山银山相比，陈燕之和夏热门赚到的还不过是中国房地产盛宴掉到桌子下面的一些菜渣而已。因此各路玩家步调一致，都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有关中国房地产的一切警示信号，陶醉在一个自我营造的欺骗氛围中。每个人都在重复同一个理论，那就是中共绝不会允许中国房地产市场崩溃。中国人78%的财富都在住房上，如果中共允许房市暴跌，中国人的大部分财富都会消失，他们对中共的信心会受到巨大冲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参与这场盛宴的人都认为这个假设背后的逻辑推理无懈可击，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个理论的信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理论不断被发生在中国的现实所佐证。虽然中共政府，特别是中共中央不断表示要防范房地产市场过热发展，但是在过去20年中，只要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丝疲软迹象，中共政府就会介入，出台各种刺激购房的新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取消购房限制。一番操作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都会迅速恢复，然后就是销售和房价再次起飞。就在纽约对冲基金经理奎林参观环亚项目的同一年，2位在香港工作的国际会计师来到了中国大陆。他们租了一辆别克轿车，开始了一趟特殊的中国之旅。这2位会计师的名字分别是图洛克和斯蒂文森。他们有一个叫 GMT 研究的公司，专门负责挖掘所谓的金融反常现象和隐藏在公司报表后面的猫腻，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研究报告卖给投资公司，给这些公司提供做空的证据。成功做空多个中国公司的美国浑水公司就是他们的同行。不过图洛克和斯蒂文森当年的目标更大，他们直接瞄准支撑中国 GDP 25%的中国房地产行业。他们发现这个行业充满了各种猫腻，于是他们决定亲自到中国各地看看。当他们开着别克轿车穿梭在中国各地时，空置大楼和烂尾项目之多，把他们也给深深的惊到了。很快，他们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当时中国房地产销售的大哥大，著名的中国恒大集团在各地的项目上。2016年、2017年是恒大集团和恒大创始人许家印的历史性的高光时刻。据福布斯报道，2017年许家印的个人财富超过400亿美元，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
图洛克和史蒂文森亲自调查了恒大在16个城市的40个项目，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恒大账目上众多的项目实际收入几乎是零，比如几乎没人住的酒店，没有任何商家出租的商铺，还有远离人口居住中心的各种园区，这属于典型的僵尸资产。举个例子，在辽宁丹东市，他们发现一个有6栋住宅楼的恒大项目，其实已经处于被废弃的状态，没有工人，没有住户，也没有销售人员。但是图洛克和史蒂文森却在恒大的财务报表上看到这个项目依然被列为恒大的优良资产，成为恒大巨大财富的一部分。他们还特意留意了恒大的一些停车库项目，这些项目中许多车库几乎是空的，他们估计恒大建成了约40万个停车位，但是恒大的这些车位既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但是在审计报表上，恒大给这些停车位的定价竟然是75亿美元，平均给每个停车位的定价是2万美元。而且这些停车位在恒大的财务报表中被列为投资性不动产，而不是建成等待销售的库存资产。这种财务归类方法让恒大可以随意给车位的价值标价，而且可以立刻把通过虚高定价而得到的账面虚假收益计入恒大的收入。完成汽车之旅后，他们在2016年底完成了一份题为“审计师睡着了”的针对恒大的研究报告，并把报告发给他们的投资客户。这份报告明确写道，根据我们的评估，恒大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它的股权分文不值。而且报告明确表示，恒大目前还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还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下去。恒大借不到钱的那天，就是恒大倒闭之日。图洛克和史蒂文森说，许多客户都同意他们的分析，但是几乎没有投资人根据他们的研究采取相应的行动，因为这些海外投资人也是沉浸在中国房地产这个盛宴，万般享受。他们绝对不希望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那些陶醉在宴会中的人，告诉他们这一切应该结束了。中国开发商基本都是和恒大处于一个状态，他们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新资金来得以维持生存，而海外债券市场是他们获得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些帮助他们发行债券的金融企业正好在这个过程中大赚一笔。从2017年到2021年，中国开发商通过发行美元债券，从国际投资人那里募集了2580亿美元。一方面帮助他们发行债券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等华尔街重量级银行通过发行这些债券获得了超过17亿美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这近2600亿美元的美元债被国际著名投资机构疯抢，原因是中国开发商给这些债券定的回报率是惊人的2位数，而当时美国的基准利率几乎是0。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2位数的回报率足以让这些顶级的国际投资人对很多明显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国际投资人几乎人人都是人精，他们非常清楚中共开发商在账面上做的那些猫腻。例如，一个中国开发商常用的利用财务漏洞做账的方法，被这些投资人戏称为挖洞。通常一个企业借钱，要么是用资产作为贷款抵押，要么是让一个信用极高的机构给他们的贷款做担保。但是很多中国大的房地产商就专门设立一些空壳的子公司，让这些空壳子公司到国际发行债券借钱，而这些子公司借钱的抵押资产或担保都是由大开发商，也就是母公司提供的。平时在母公司的账目上，这些被抵押出去的资产是被明确列出来的，唯独在6月30日和12月31日这2天，也就是大多数中国房地产企业用来计算财务业绩的截止日期，暂停抵押。律师和会计会说，这种做法并不违法，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按规定都只需要提供这个企业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的财务健康状况。因此，如果在6月30日和12月31日这2天暂时停止抵押这些资产，那么在这2天，这些资产从母公司的账面上就没有抵押出去。但是从子公司角度看，全年365天只有2天没有背后的抵押，所以也是基本实现了全年有保障的这个要求。但是这样做就让开发商有机会在借款时把同一个资产多次作为抵押品抵押出去，去借钱。一家对冲基金的高管回忆说，他在多个私募债务发行的条款书上都看到过同样的情况。尽管看到如此明显的问题，迫于需要创造高投资回报的业绩压力，他还是购买了这些债券。他说，如果他选择在这些抵押资产上较真儿，拒绝购买这些债券，那么他的业绩就会比他的同行落后。结果是在这些债务暴雷之前，他就可能会因为业绩差而被投资公司解雇。而且中共银行经常和这些中国大开发商在发行债券时演双簧，有时这些中共银行会公开表示，他们计划一次购买1000万美元级别的这些债券，这会让其他投资商感觉如果再不抢就来不及了，于是出现多家投资机构争抢开发商的债券的情况，结果压低了这些债券的利率，从而降低了中国开发商的融资成本。一位中国房企高管说，那个时候我们是选择投资者，而不是投资者选择我们。当时恒大作为中国最大的开发商，发行债券时是很牛气的，经常是他们选择准备把债券卖给哪个投资商。恒大甚至是要求国内外的信用评级公司给恒大予以主权信用评级，也就是表示恒大的信用风险应该和中国政府是一个级别的。中国国内的3家评级公司非常听话，迅速给予恒大最高的 AAA 评级。不过美国评级公司标普全球还是坚持只给了恒大 B 加的评级，也就是坚决认为恒大的债券应该属于垃圾债券的范畴。针对海内外评级公司对中国房企在评级上的巨大差异，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谴责这些海外评级公司，说他们缺乏对中国公司的了解，夸大了中国经济和公司的潜在风险，并宣称这些海外评级公司可能是在帮一些人做空中国。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在2016年决定做空中国房地产股票的纽约对冲基金经理奎林，在随后的日子其实过得非常煎熬。在2016年后，中国的房地产不但没有如他预期的崩盘，而且在中共的楼市救助计划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强力反弹时期。2017年，恒大的房屋销售额增长了 11%， 而恒大在香港上市的股票飙升了 458%。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提到过空头挤压，这是做空的投资人的最可怕噩梦。简单说，如果你认为公司 A 的股票会从20元跌到5元，你可能会找人借100股，先以20元的价格全部卖掉，赚取2000元。如果股票真跌到5元，那么你就可以用500元买回100股，把这100股还给别人，那你就可以净赚1500元。但是如果股票反而涨到60元，这100股就值6000元了。这时借你股票的人可能要求你立刻还股，你不得不以高价买回100股，花6000元减去以前卖股票的2000元，你净亏4000元。这就是空头挤压的这个概念。奎林从2016年开始做空中国房地产股票后，很快他相关投资的亏损就攀升到了数百万美元。回忆那段日子，奎林苦涩地说，做空中国房地产股票就好比与魔鬼对话。魔鬼承诺10美元的股票将在2年内跌至0，但他没有告诉你的是，在跌到0之前，股票会先涨到100美元。中国房地产市场从2016年以后持续上涨到2021年上半年。在2021年初时，
天津的房价几乎可以和伦敦的房子匹敌了。最后，捅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重任还多亏了习近平。2021年初，领导中国战胜第一波疫情的习近平正处于信心满满的高光时刻。他针对中国房地产企业推出了3道红线的政策，借此降低房地产企业对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在这个政策下，银行开始拒绝给一些杠杆率过高的开发商借钱了。几个月后，恒大集团就爆雷了。随后，中国开发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海外投资人也意识到了，他们买的2位数回报率的中国房地产债券，这时已经几乎一钱不值了。巨大的亏损让这些海外资金对中国房地产的兴趣几乎在一夜之间清零。2022年，中国开发商能卖出去的高收益债券还不到2021年的2%。前面提到的陈燕之，他现在有1半房产已经租不出去了。另外，他有几套房子现在的价钱已经跌到了他买价以下了。而那个年入28万美元的恒大销售经理下热门，后来从恒大跳槽到了另一家房地产公司，但是在那里他也是6个月拿不到1分钱工资，最后不得不在2023年放弃了房地产行业，投身到目前东北唯一兴旺的产业，开始做短视频了。当年那个让奎林决定做空中国房地产的天津环亚项目，它的开发商高银金融现在已经破产了。那个项目唯一亮点是，那个巨高的办公大楼正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证为世界最高的空置建筑。眼看它起朱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就是到现在，奎林也不愿意透露自己在做空中国房地产的过程中最终赚了多少钱。他只是说，如果谁能在2017年中国房地产股票飙升时没有因为空头挤压而亏掉老本，那么这个做空的操作现在至少应该有100%的投资回报。他只是说，他后悔当年没有在做空中国房地产这个方向上坚持投下更大的赌注。能预见未来的人应该属于那种少数智慧的人，但是能在现实和自己的预测背道而驰的时刻依然能坚信自己判断的人，那真是少之又少。在高峰时，中国住宅的总价值达到了52万亿美元，是美国住宅市场规模的2倍，比整个美国债券市场还要大，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资产类别。现在这个泡沫炸开了，全世界都在猜测最终中国的房地产价值会萎缩到什么程度。回看这一过程，是什么因素让这个泡沫胀得这么大，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中共制度性的谎言和控制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但是人性的贪婪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